凭借朴实的外貌和闷骚的个性，张伟被誉为是《爱情公寓》中存在感最弱的男人。为了摘掉这顶帽子，他可谓励精图治，没事找事。不过结果依然不太明显。完了，我得绝症了！我这里长了一个奇怪的肿瘤。哇，还是宝塔型的，痒吗？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，这是3个蚊子包咬在一起了。你确定不是癌？大惊小怪，我还有6个蚊子包咬在一起的呢。关公，我看到一只有像蟑螂、像老鼠的东西。哪里？那。啊，江老叔，老朋友啦！我新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答应嫁给我了。那恭喜发财，早生贵子，大吉大利，生日快乐！永垂不朽。我把放在碗橱里的干豆鸡当糖豆吃了，不会有事吧？糟了，那是耗子药啊！回头记得买一包补给我啊。一菲姐，没事，小事儿，别大惊小怪。我知道，我上一届，貌似不是小事。你要结婚啦！大惊小怪。你定我挖亲啊？我是孤儿，谁替我定啊？我只不过是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罢了。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那个女孩是谁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她叫默默，我们认识1个星期了。才1个星期，玩闪婚啊？我不是玩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在哪里认识的这个嬷嬷？默默，他痴呆了。一个手机交友软件，默默，居家旅行摇一摇，有缘人哪里逃？摇出来的，你不怕遇到坏人啊？默默他不是坏人，遇见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你上次遇见薇薇，好像刚说过这句台词。别提那个薇薇了，自从我跟他变成对手，我就知道我们俩肯定没戏了。哎，世事难料，造化弄人呐，哥等不了他了。哦，原来你做这一切是为了报复薇薇呀！多伟大的自暴自弃啊！不仅伤不了薇薇，还免费让别人看了场烟花。不，这是天意。默默漂亮，知性，而且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她从来不跟我唱反调，单凭这一点，她就比薇薇强。结婚是个大事儿，光看优点可不行。默默最大的缺点是，她总是能让我回想起初恋的感觉。你初恋不是小丽吗？这个默默也长着一张逃婚的脸。胡说，我的初恋是沈佳宜。多稀罕啊！全世界的男人初恋都叫沈佳宜。我不是，我的初恋叫做赤木晴子。总之，缘分来了就是要快刀斩乱麻，这次我不会错过的啊！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不是不支持你，不管是骡子是马，总得牵出来让我们先溜溜啊！什么骡子？那是你们未来的嫂子。明天晚上我就拉出来溜溜。啊，不对，那个见见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要再劝劝张伟？曾老师和一菲姐已经组成了老娘舅游说团，已经劝了24小时了。结果呢？对牛弹琴，还是投恋爱中的奶牛。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订婚了，张伟羡慕嫉妒，所以才要跟风呢？可他不承认啊，他还说是我们跟了他的风，因为他会把婚礼办在我们前面。那你估计是上次小丽被抢婚留下了阴影，他怕夜长梦多吧。婚礼筹备那么多事情，怎么快得了吗？所以他刚才来找我呀，想问我借一些现成的婚礼攻略，直接用。哪有这么超捷径的？那都是你的创意和心血啊！可他软磨硬泡，我也没办法。要不，我把常规攻略给他，类似舞台剧这种机密创意，我自己留着。什么舞台剧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我打算在咱们婚礼上办一台创意舞台剧，是不是很有个性？这个创意是需要时间来做检验的，你最好找个替死鬼实验一下比较稳妥。你不是说别便宜了张伟吗？我现在觉得他办在我们前面太有必要了。隆重宣布，5分钟之前，张伟已经任命我做他的伴郎了。看
有这个伴郎，如果不行，果断换掉。在说什么啊？伴郎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悠悠还是张伟婚礼的总顾问呢。他的婚礼不靠谱，还是你们的有搞头。哎，上次我提议的模特秀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模特秀？他要雇50个姑娘在我们的婚礼上走秀，说是活跃气氛。不是雇，是海选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不是2、3线模特就能露脸。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？海选现场你是评审之一，那就好。胡闹！常规婚礼太无聊了，难道你们就不想为这个神圣的日子留下些难忘的回忆吗？也对，有些助兴节目的确是能活跃气氛，不愧是混娱乐圈的，就是有见地。所以舞台剧很有必要。啊，错了，不是舞台剧，是模特秀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目的，我们的婚礼不是你撂菜的局。子乔，你的小算盘已经被我们看穿了。关谷，这么庸俗的节目你也能忍？反正悠悠答应了，会拿张伟先做实验的。不，你们这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，贼喊捉贼吗？搞清楚，现在我是总顾问。哎，貌似婚礼那天还需要一个收停车费的，你觉得伴郎能不能胜任这个位置？你们等着瞧。那天我们初次相遇，张伟就带我去吃饭，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麻辣烫。小薇很慷慨，他把所有能点的东西都点了一遍。何止？那天菠菜打折，我活活加了3份。老板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会心疼人的男人。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女人。一顿麻辣烫就能搞定，果然也是个奇葩。好的意，至少这个姑娘一点都不物质。哎，你们才没认识多久就谈婚论嫁，爸妈不反对啊？我父母在国外，他们很开明，况且小伟是个律师，又不是小混混，他们很放心。那你们结婚后打算住哪儿？租房子，默默说了，不介意离爱情公寓住的近点。他说，既要守住爱情，也要留住友情。太懂事了吧？我早说了，这样的灯笼打着姑娘都找不到。可你们互相还不是很了解，张伟有很多毛病你还没见识过呢，比如说铁公鸡。这是持家，现在很少有男孩子会这样了。他偶尔还会很变态。人本来就是多变的，这是情趣嘛。哎，还有啊，OK， 不说你了。哎，对了，默默，你有没有很变态的一面啊？我说你们什么心态啊？见不得别人好吗？平时我找你们沟通的时候，你们都当我是透明的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视我、体谅我的另一半，你们却突然一副很关心我的样子。小伟，别这么说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是快了一点儿，所以你的朋友们才会这么担心。可这正说明，在大家内心深处，一直是把你当亲人看待的呀。还一顿饭你们就接受那个默默了？就目前看来，这女孩还是不错的，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饥不择食，尺度很大。我是想说，她可以把张伟的缺点看成优点，很难得。玩闪婚的女孩多半很随便的。以前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错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没有地铁了，要不今晚你就别走了吧。虽然我们订婚了，但是有过约定，婚前不行。可是我把你送回去，我再打车回来，车费真心挺贵的。人家嫌你这小床太猥琐了吧？门口有家168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睡你房间，你睡沙发，这样既省钱又不影响我们的约定。好大一座牌坊啊！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说不定真是张伟走运，人家是个好姑娘呢。见人有见命，傻人有傻福。你都能挣500万，张伟为什么不能摇到个 Miss Right？ 可能真的是我们观念旧了，也许闪婚也一样能幸福。真的？你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贾宝玉和林黛玉，宁财神和聂小倩。你就不能说个结局好点的吗？什么是天外飞仙香槟塔？普
普通的倒香槟仪式太土了。按照我的流程，到时候你和新娘会吊着薇娅牛郎织女的形象，咻的荡过来，然后在空中祝酒，这也是舞台剧的一部分，是不是很赞啊？就是有点危险。如果你们没有咻的摔死，你觉得？那爵士乐队是什么？MP3不是一样吗？现场伴奏才有档次啊，还可以配合演出呢。那司仪总得请个便宜点的吧？婚礼最怕司仪土鳖，我找的那几个都是播音级别的，不能马虎。那加上乐队、演员、司仪，你台上的人比台下人还多，你一箭杀了我。现场也有气氛嘛，音乐、司仪、节目都得重视。不信你问子乔。小姨妈说的没错，她毕竟是专业的，不过人确实多了一点。要是找个靠谱的人，一个人把3件事情都摆平了，岂不是很省钱？你是说找你？当然不是，我有个做司仪的朋友，专业过硬，而且还懂音乐。到时候让他出个即兴的节目，一个人不就齐活了？太好了，你不早说。你说的那个多功能哥们儿，不会是郭德纲吧？你以为是太平歌词啊？我那哥们儿走的是欧美洋气路线。那也是一个人，和乐队能比吗？巧了，他的特长是 B-box。什么 box？ B-box 就是用口技模仿各种打碟或者弦乐，一个人分分钟顶上一整支乐队。B-box， 我想起来了，不就是秦始皇发明的吗？啊？据说在2000年前荆轲刺秦的时候就发明了。那时候秦始皇被荆轲追得到处跑，于是他就大喊：不这个，打这个，不这个，打这个，不这个。哎呀，你拉倒吧！有，我还是觉得子乔的方案性价比更高一点。舞台剧还是你们自己搞吧。可是有你这个伴郎就是靠谱，就这么定。岳子乔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不让你搞模特秀，你存心捣乱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张伟自己选的。以前没听说过，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一个这么厉害的朋友？我刚才想起来的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朋友叫什么？王大卫。一听就是现编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人根本不存在，我敢打赌。你以为我们跟张伟一样白痴吗？赌什么？如果你现在就让我看到活人，我给你20个猪肘子。你是在挑战我吗？你好，我叫王大卫，你可以叫我 David。这是我的司仪上岗证，这是我玩音乐的视频。别以为叫个临时演员，再办张假证，我们就会上当。看到现场，我不会买单。Are you kidding? 伙计，再来19个酱肘子，他买单。张伟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Sorry， 我不知道房里有人。没关系。哎，你就是默默吧？啊，你是？我是张伟的邻居，他要是不在的话，我一会儿再来啊。你是曾小贤？你不认识我啦？认识啊，你是张伟的未婚妻嘛？你记性真差，小喇叭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啊？你也是第3中学的？我还记得你主持过校园广播台呢。我们都是好学生，不谈恋爱不私奔，小喇叭里陪伴你。初2一班，我姓曾。初2一班的曾小贤，怎么会这么巧？那么久远的事你都还记得？读书那会儿，我每天中午都听你的节目，我还给你的广播台投过应聘申请呢。不可能吧？我就收到过1份申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人叫刘默。默默，你就是那个默默。是啊，可惜后来你都没有录用人家。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录用他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的申请书里附带了张照片，脸长得像个倭瓜。
被我果断 pass。我说我，哎，不是默默，你好像跟以前长得不大一样吧？胡说，人家一直都是瓜子脸的。我记得你以前好像是上面尖，现在怎么变成下面尖了？你是不是调整过？微整而已。你就别谦虚了。讨厌！要不是人家微整过，现在就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见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上一个男朋友欠人家钱，仇家绑架了我，向他要债，可那家伙丢下我自己跑了，害得我被五花大绑关在小黑屋里，差点撕票。不是吧？然后呢？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趁绑匪睡着了，就用下巴戳破了胸，然后绳子就松了，我就逃出来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所以你就遇到了张伟。这没什么，关键是能遇上你。听说你现在已经是电台主持人了，你还是和过去一样有才。一般吧。你结婚了吗？看来我昨晚住在这里是注定的。是吗？你怎么了，小喇叭？默默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呢马上就要跟我的朋友结婚了，所以你要珍惜哦。因为久别重逢，更应该珍惜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那个时候不懂事儿，你提他干嘛呀？哎呀，一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仿佛回到了青春期。默默，你冷静，你冷静啊！默默，张伟在楼下等你。你果然是个禽兽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还真看不出你这么丧尽天良。听我说呀，你禽兽都算客气的，你就是坨被狗撒过尿的口香糖，哇，粪池堵塞的凶手，拿去火化都怕污染大气层，畜生界的耻辱，动物世界的败类，连半兽人都瞧不起你这样的半兽人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没完，没加，我没词儿了，你上。我真的没对默默做什么，不信找他对峙啊！那人在的时候你不对峙，人家走了，你说什么都行了。你没有给过我你没有给过我1秒钟时间解释吗？刚才真的是他袭击了我。那美嘉明明看的是你骑在人家身上啊！哎呀，废话少说，我演示给你们看。来，我当时就是撞到了这个，才会发生意外的。哎，你们要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们看我屁股上的伤口，还在冒血呢。徐思涵，漂亮了！你要真羡慕人家张伟，自己去默默摇一个回来呀。我羡慕他，要不然你没事跟默默单独劈什么清仓啊？随便聊2句而已。你们才刚认识，有什么可聊的？还跟我狡辩啊？非要我大刑伺候是不是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总该相信了吧？巧合吧？起来，弄疼我了！你不帮我平反，我就不起来，我都不要做人了。3、2，杀！刚才是巧合，这回总该信了吧？好了，我信了，快起来，要不然我真的出招了！唐一山！唐一山！其实第2遍的时候我就已经相信了，你们用不着演示30几遍吧？血库存心呢。谁让你用台一扇吓我的？我现在感觉我的屁股好像漏了。如果真像你说的，那个默默有问题，那张伟岂不是很危险？张伟来的正好，江小贤有话要跟你说，是关于默默的。啊，是吗？他已经验过你的未婚妻了。什么呀？张伟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去例行公事，不是，反正有意外发生就对了。不用了，默默已经跟我说过了。他跟你说了？哎呦，那就太好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打算原谅你。原谅我？我可以理解，像默默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动心，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居然还恶人心够重！
好了，曾老师，别太在意，下不为例就行，不要让我太为难。哇 ，David， 你的表演太赞了！我们想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多亏了你，悠悠决定放弃舞台剧，现在改成 B-box 配乐串烧。串烧。对啊，在婚礼上，我和关谷唱歌，你用 B-box 帮我配乐，一定非常的震撼。哦，就这几首歌啊？你看反了。啊？你们开演唱会啊？我去上厕所。你们吓到我朋友了？你自己说的，David一个人抵一个乐队的。那也得看交情啊，人家又表演又主持，帮你哼2首婚礼进行曲就不错了。演唱会，你们是想让别人把舌头都喷出来吗？算了，你们还是继续舞台剧吧。哦，别啊！悠悠好不容易想出个人类的节目，那就老老实实请支乐队伴奏。那太没有新意了，还不如舞台剧呢。你跟 David 商量一下，我们多出点钱。你们请我得了，我不收钱。别闹了，我们要的是 hip hop 艺术家。不就嘚啵嘴皮子吗？我也可以啊。人家的嘴皮子一看就是有功夫的，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不行了？敢赌吗？上次是你运气好，这次还想加我？你要是能哼一段，我就服你。别光服啊，赌点什么？你要是不行，把20个酱肘子还给我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随便你怎么样。那我就在你们婚礼上办模特秀。没问题。亲爱的，你没问题吧？子乔，你那么想玩，我们就陪你玩到底，加个棒。你会 B-box， 我让你办泳装模特秀都行。你也要加个棒，如果你不行，你就负责停车场，收停车费。成交。可惜这儿没有公证人啊！你那么嚣张，回头在大伙儿面前秀呗。为什么不让他现在就演？给他时间，他会作弊的。B-box 速成不了，饶他1个月都不怕。没错，速成 B-box 至少半年，而且要找到靠谱的老师教你才行。哈哈，知道就好。除非你每周有半天时间，可以去中国培训界的圣地——蓝翔技术专修学院。日本人都知道那是学挖掘机的。只要你付钱，他可以教你任何东西。那儿有最好的老师，最浓郁的艺术氛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在网上查的。不过也有可能，我真去学过呢。还没想好怎么跟张伟说呢？我现在瓜田李下，怎么还能去说别人坏话呢？啥叫瓜田李下？瓜田李下的意思就是，就算你只是想锻炼身体，也最好别随便在地铁轨道上做俯卧撑。你口才这么好，前面怎么不看你帮我说话呢？我事发的时候我又不在现场。我说不出口，而且我都答应张伟做人家伴娘了，我不能做这么恩将仇报的事。靠！别客气，作为当事人兼好兄弟，这种英雄救狗熊的事儿，当然得让给你了。以后见着张伟，记住4个字：放下小我，义字当头。一会儿，他为什么又要来找我啊？我帮你约了他呀，这种事情应该尽早解决。算了吧，我看我还是先避嫌吧。听说你找我，张伟，不止我，一菲和美嘉要一起找你。还是你们哥俩聊吧，我们约了做指甲。还不如一起吧。你说呢？不好了，关谷！不好了，关谷！子乔有诈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在厕所门口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正是玩 hiphop 的内行动作。你怀疑子乔真的懂 hiphop？万一他真的深藏不露，咱们不就上当了吗？不会吧？
你觉得他真的会每周花半天，连着半年去一个那么远的技术学校学音乐，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当时压根就不存在的赌注做准备？他没那么无聊吧？也很难说。还说什么？大卫呢？我师兄有事儿先走了。你刚才叫他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大卫。我听见了，你叫他师兄。蓝翔技术专修学院。这个是默默让我送给你的，他希望你收了之后就忘了他吧。我早就已经忘了，是他非让我想起来。我知道你们以前认识，但那是初中时候的事儿了。你得成熟点。张伟，我以一个兄弟的名义警告你，这件外套帅爆了。你就想说这个？稍等。张伟，你确定你要结婚吗？啊，我会幸福的。可是幸福和结婚是两回事。我们的感情自然而然水到渠成。张伟，你知道倭瓜吗？我知道，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一杂一格的那个。假设你到超市里买了10个僵尸，呸，买了10个苹果，结果带回来看，发现是倭瓜整容的，你怎么办？又赚了，倭瓜比苹果贵呀。可是你要的不是倭瓜，我还可以炖土豆。我怎么就说不清了呢？都1个小时了，你除了喝酒就是说怪话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你不问我，我怎么说呀？你是不是想说默默哪里不好？问得好，我现在就通通告诉你。今天上午我去找你，你不在，我就碰到了那个默默了。你不是初1班的曾小贤吗？我还给你递个广播简历呢。我怎么记得当时你好像是上面是尖的，现在都变成下面是尖的啊！微整个而已，我用下巴把胸给戳爆了。原来我昨天晚上没走是命中注定的。你冷静点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来吗？别过来！来吗？别过来！来吗？计算机！别过！明白了吗？你喝大了。你怎么还是不明白？那个倭瓜它不是你要的土豆。可是你刚才说我买的是苹果呀。让你跟张伟讨论案情，你喝这么多酒干嘛？不喝2口我说不出来，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就看他自己的悟性了。多亏了你，张伟特地把酒席提前到了下周。为什么？他悟到你对默默难舍难忘，还借酒浇愁，怕夜长梦多，所以干脆赶紧办了呗。神呐，我不玩了，我不该被生出来。曾老师，曾老师，算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他都放弃了，还有谁能劝张伟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呗，反正张伟也不是头婚，亏不到哪儿去。哎，别跑啊！来，让大家评评理。怎么了？光谷父跟我打赌，说只要我会 B-box， 他们就同意在婚礼上办一个模特秀。现在临时反悔了。我们没有反悔，我们只是觉得你耍诈。你都说漏嘴了，那个 David 其实就是你的师兄。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老兄。撒谎！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飘忽，语言重复，最关键的是你拱鼻子。全都明白了，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哎，我怎么完全没听懂啊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吕子乔就是个坏人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设计了一个如此漫长的骗局。为了引我们上钩，子乔故意介绍了个会玩 B-box 的司仪给张伟，其实是为了挑衅我们。可谁知王大卫确有此人，还用了一段精彩的表演勾起了悠悠的兴趣。
当我们欲罢不能的时候，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他也可以，挑衅我们再次质疑他，然后他就能拿出在婚礼上办模特秀的条件来跟我们打赌，从而达成他的浪子野心。可你怎么又确认他一定会呢？还好悠悠偷偷看到他和 David 用 hip hop 的方式打招呼，那个 David 就是他放出的刀狗，因为早在蓝翔技术学校，他们就是 B-box 专业的校友。你是说子乔处心积虑机关算尽，还学了什么 B-box， 就是为了在你们婚礼上泡妞？你太邪恶了吧！不管你怎么推理，赌注已经下了，婚礼上的模特秀我要定了。我太冲动了，我们的婚礼要沦陷了。医生的耻辱啊，他一定会把视频放到网上的。想要今天放弃赌注也可以，放弃。听我说完，婚礼我可以不掺和，不过关谷的终极单身夜派对的主办权得交给我。成交。那你我也不情愿，但总比毁了我们婚礼强吧？我没说要办终极单身夜派对啊！服务员，给我话筒。就他妈的，我同意。有公证人在场，这次可不能反悔喽。张伟，什么时候转弯？幸福之路121号38栋。你接新娘用 GPS 啊？难道你从来没去过新娘家？我们结婚之前有个约定，婚前保留一点神秘感啊。哎，下一个路口右转。你还没告诉我们呢。一会儿酒席在哪儿？就在公寓对面5星级酒店隔壁的面馆，经济实惠。太草率了吧！哎，日子提前了，所以一切从简。况且我上次的结婚经验告诉我，一切排场都是浮云，接到人才是王道。那你红包准备了没有？什么红包？迎亲的时候，新娘姐妹会堵门的，这是起码的礼仪。到了新娘家门口，慢慢花钱路才开始第一步。还有什么？喜烟、喜酒、喜糖，你不会都没准备吧？我以为能先收份子钱呢。收谁的份子钱呀？我和子乔是伴郎伴娘，曾老师是司机，悠悠和关谷是策划，我们都是免份子钱的，还没给你算人工费呢。还有一菲呢，你敢收他的份子钱？你确定？怎么没人啊？是这儿吗？曾老师，你看错地方了吧？地址没错啊，怎么一点迎亲的气氛都没有？不会有埋伏吧？可能是人家新娘知道你红本全是硬币，懒得下来了。那不挺好吗？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来，你可以准备一下了啊。哎，接新娘了。要不你们先替我接一下，我尿急，找个厕所先。人家家里有厕所。那不好，不礼貌。我去找个草丛。哎，快点啊，等我一下啊。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哪家结婚啊？啊，403，我们是来接新娘的。我住402，403结婚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可能他们家比较低调。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亲眼看着403的小姑娘前几天搬走了。阿姨，可能是您搞错了，我们要找的姑娘叫刘默默。没错，默默嘛，前几天结婚后的搬走的，我还以为她惹上什么麻烦了呢。像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逃婚了。早就该想到，这小妞就是闹着玩的，我们被耍了。那张伟也太可怜了，一会儿怎么跟他讲啊？真是个天煞孤星，居然第2次结婚被人放鸽子。你看我干嘛？不要我宣布这个噩耗吧？当然啦，要不是上次你没说清楚，现在至于悲剧了吗？张伟去哪个草丛方便了？去了那么久。哎，看，这张字条。啊。来，曾老师，原谅我今天才参透你那天对我说的真理。你说的对，婚姻好比你去超市买10个苹果，可最终很有可能买回来的却是倭瓜。白送还行，但如果要付钱，我觉得有必要仔细考虑一下，我是否真的需要。可能我还是忘不了微微，因为暗恋是所有恋爱中最省钱的。谢谢你的指点，
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航子 ，P.S. 车上的花挺贵的，现在退掉还来得及吗？搞了半天，2个人都跑了。もしもし。是关谷先生家吗？我是豪大大模特艺人经纪公司的。吕小布先生为关谷神奇先生的单身派对预定了一场模特表演，我们是想来确认一下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小布先生3个月前就已经下单了。3个月前？局中局？我们太低估子乔了，要不是我下午接到电话，我们差点都被他骗了。其实他在玩一个更复杂的骗局。嗨，吕子乔，你的阴谋已经被我识破了。什么阴谋？海庄！我下午接到模特经纪公司的电话，整件事情我都搞清楚了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临时决定在你的单身夜派对上搞一场模特秀。不过你知不知道无所谓，反正主办权是我的。临时决定？你3个月前就准备好了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关关，其实我也没搞懂。我再给你分析一遍。其实子乔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婚礼，而是我的单身派对。只是他并没有开门见山的说出来，而是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套路。首先，他想壮大我们婚礼的主意，然后故意让我们以为他是出于报复才介绍了 B-box 司仪。当我们请不到对方的时候，他故意说自己也行，并引来我们的不屑，引发那场赌注。关键来了，其实他不用学过 B-box。也根本没去过什么蓝翔技术学院，这只是他特意胡编出来让我们心慌的烟幕弹。他唯一做的就是选了一套 hip hop 的动作，并且故意让你看到他和 David 打招呼。当我们犹豫的时候，他就乘胜追击，假装退而求其次赢了单身派对。其实这根本就是他3个月前最初的目的，那个电话就是证据。天哪！太阴暗了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计。你是说空城计吧？总之，这叫做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知乎者也。又说了一大堆，你们又想闹哪样？我们要恢复原来的赌局。如果你不会 B-box， 你就认栽吧。差一点，子乔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颤抖吧，地球人！你怎么知道那电话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？啊！这次是你们要求恢复赌局的，怨不得别人。是，中国兵法太可怕了。遇到无聊之神，你们就认了吧。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场 B-box 表演啊。各位，现在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吕氏 B-box show time。我有眼不识富士山，这叫我膜拜你啊！得意伤心，只有双全，我们不是你的对手。停！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段太离谱了？纠正一下，刚才只是子乔自己眼里的画面。各位，作为当时的见证者，我们在台下看到的真实画面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吕氏 B-box show time。这样也能拿证书？付了钱人人都有吧？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